嗨，大家好。冬日阳光明媚的上午，骑车刚刚上坡，经过一个小花园，看到村民们，老的、少的，都在那边休闲活动。趁着好天气，还是要到外面去骑行一下啊！大家看我今天的打扮，都把长裤也穿上了。今天气温早上是10多度，现在应该15度、16度这个上下吧。穿着短裤可能会有点冷了，但是穿上长裤、长袖衣服，会不会等一会就会出汗呢？今天的目标呢，还是骑到村外去啊。到底要去哪呢？其实也不知道，骑着瞧吧。昨天呢，中国的冬至啊，冬至呢有大如年，甚至有大过年的这种说法。越是南方呢，对中国这种传统的民俗啊，就继承得更好。所以现在通过网络，大家都会互知问候。但是南方人更加讲究啊，对于冬至这个节气呢，有一些专用的祝福的词语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全家人一起吃一个团圆饭啊。就南方人一般喜欢吃汤圆，北方人呢吃饺子，当然也有一些吃各种糕点的。总之呢，就是对这个重要的节气啊，从古时候对自然这种敬畏，到后来形成的一些人文的传统，其实这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经过的一些路程吧。另外呢，从这个节气也可以了解到古人的智慧，因为据说呢，冬至这一天，这个之前就是黑夜最长的时候，而过了冬至呢，就慢慢的迎来更多的白天，更多的阳光。所以以前有句话冬天来临，春天还会远吗？那冬至过了以后呢，大家真的从心情上就会迎接下一个对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所以呢，春节呢就代表春天真正来临。所以今天是冬至的第2天但是呢，对于生活在北美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里面的中国人来讲，今天应该才是真正的冬至。所以在这边呢，也祝愿我的亲朋好友在海外的友人们冬至安康，身体健康。
现在呢，我已经骑出了祈福新村啊，迎着风骑行，因为穿的是长裤、运动裤，所以感觉两条腿啊还是很温暖。但我怕骑着骑着呢，等一会儿就会出汗啊。现在经过小罗塘村。今天呢，早上我要看到视频里面说，加拿大多伦多那边今年预计是一个严冬，会有大的风雪。看到那边北美的城市啊，有些已经是积了雪、积了冰，就感到那边的出行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啊。就是我好歹在那边生活过一个冬天，就真的感受得到，在北美的冬天啊，
还是生活不易，出门购物，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每天都要上班啊，就看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是在一个地铁沿线啊，出了地铁站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呢，那还好。尤其是对住在多伦多 downtown， 它有一个 pass， 就是10几公里的路啊，就把这个中心区域在地底下呢有很多的通道，并且也是一些商业的网点串成了一起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些办公大楼，包括住宅大楼呢，楼下可以直达这条 pass， 就通过这个地下道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工作生活啊需要的这些场所。但是呢，因为只有10几公里啊，在这个之外的这些人们，那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你就必须要顶着风雪走一段路才能够搭交通工具啊。如果你要开车出门，那面对这个结冰的马路，可能会造致一些拥堵等等吧。始终北方还是没有南方那么舒服，那么自由自在啊。现在我的左侧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大钻石的，算是一个标志吧。我就改变主意啊，从市广路转进了现在这条银平路上，就穿过当地的一个珠宝村，到那边呢再去接上西环路。今天我的目的地呢，还是要骑到市桥水道边上去，因为老实讲，这个地方这种普通的街道啊，城区里面骑行呢，真的没有那种视觉上的愉悦，所以总是希望能够到一些风景还不错的地方呢，去骑一圈。原本经济好的时候啊，每个人觉得下个月的钱会挣得更多，明年会更好，所以大家呢也是慢慢的销售营业啊，更多的人呢就更加追求自己的打扮，让自己呢变得有更多的珠光宝气吧。所以，即便是像这种乡村生产和销售的这些珠宝，都是赚得盆满钵满。但随着经济没有预期那么好，甚至出现了下降，大家的荷包呢也缩水，就不得不管控消费。那么那些原本出于虚荣的一些需要啊，就像这些所谓的珠宝，那有些人就要考虑，很多名牌货呢，慢慢的也远离了中产阶层。所以我只是主观的想象啊，这条几十年来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珠宝村啊，号称珠宝名镇，那接下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恐怕不得不面临一个惨淡经营，甚至行业萧条的境地啊。这当然是处于一般的观察和推论。这里呢，原本就是一些乡镇的工厂区啊，慢慢的也在脱胎换骨之中。你可以看到
右侧这些低矮的房子，上面写着抖音平台啊，也都是一些所谓的电商基地。可以想象啊，无数高大上的珠宝，就是在这种抖音的平台、电商的基地啊，不断的推陈出新。左侧呢就是番禺博物馆。到了这里呢，就有一个分岔路口啊，向右去呢就是小平村。从这边直走呢，就可以去到听根村啊，出宜山西路。但我要左转啊，转到西环路上去。这条呢是沙南路。左侧是沙头街中心幼儿园。
边上呢是沙头中心小学。左侧有木生园体育中心啊，也就是一个大的足球场。边上有个白泥塘公园啊。这条路叫捷径西路啊，周围呢都是一片居民区。我看左侧都是一些村民的村屋啊，但是市面上显得非常的热闹。好，现在呢我右拐到了西环路上了。
现在呢，我骑过宜山西路啊，继续沿着西环路向前骑行。前面呢就是四桥三桥，就是跨过四桥水道的一座桥。如果要走沙地路呢，就贴着右侧这条匝道就可以。但是我今天想要骑到前面去，所以我还是要上桥。这里呢也有这些边上的道路可以推车而下的，那我今天就直接往前骑了。我的右侧呢就算开阔的四桥水道了。
现在呢，我已经骑下了4桥、3桥，前面应该是府荣路啊，我大概就会右转。这边呢是有一条小岔道的，我觉得这条道应该是可以通向我要去的地方的。这就是城市边缘的景色，左侧呢是一条小河冲，好像也得到了一些治理，而我的右侧呢，就是还保留着一些田地啊，就很多散落的这些地块呢，都被周围的居民或者是农民呢开垦种上了瓜果蔬菜了，长势还不错啊。你看。就这条小河冲呢，就汇入到我左侧的4桥水道里面去了，叫齐头水闸。好，现在呢，我就沿着4桥水道这边向前骑行。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定什么目标，就随意的骑行，骑到哪算哪，这样才可以更加充分的放松。我们来看看这个河道啊，这个河里面，停了一些小船。哦，这里有个老鼠。对面呢就是历城的一个楼盘啊，我们上次经过的，在莲湖生态公园边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它的这边。
也有人搭了一个小帐篷，我看有个小孩在里面，在这边烧烤呢。就这种休闲的生活呢，老少咸宜啊，就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在人少的地方，在河边，在山林里面啊，就这样的休息一下。你看啊，这边呢有一个拐弯处，建了凉亭、休闲的平台，还有一个警务室，就供很多人在这边呢可以休闲游乐。马路的左侧里面呢就是一座村庄了，这应该是渡头村吧？你看啊，这个村也保留一些祠堂，我们到里面去拐个弯吧。你看啊，对面那个祠堂，慈禧李公祠、君弼李公祠，都姓李的人家。走进去看一看。就广州郊区乃至广东珠三角的很多望族呢，其实都不是本地人，大部分都是北方南迁而来的。你看啊，这也写着，这其中的一位人呢是宋宝庆元年的一颗解元啊，然后呢又进士及第，并且清士第3名，就是探花，就进士的第3名。所以后人一直念念不忘啊，光宗耀祖。这是民国20年9月建的一个祠堂。这边还有一个李氏的公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李氏宗祠的一个石碑。这边是他们的遗址啊，龙津李氏始祖宗祠遗址。1953年5月1号，一个李氏，应该是他们族人还是什么人的一个在祠堂前的大合影。李氏家族最大的一个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重修于清光绪33年，毁于1964年啊。大家看看啊，毁于哪个年代？为3进3开间，附有青云像、称祠、偏厅、厢房及厨房，极具岭南古宗祠特色，是明清建筑的优秀代表。是这么一个东西。这边是沙湾街渡头社区啊。既然来了，我们在里面稍稍逛一下。它的左侧呢是渡头药院，这里面可能就是进村了。这个村庄呢，我就想着，经过那么多年的沧桑啊，基本上应该也没什么保留下来的东西了。
话音未落，这里右侧其实还保留着一点点姓黎的家祠，边上是姓李的家祠，左侧是渡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成了一些工厂作坊。街园路，我们就从这边出去吧。就这些村落呢，真的已经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没有了以前古时传下来的这种格局。那些房子呢，也早就被翻新，但实际上呢，都是很陈旧啊，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环境。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到以前保留下来的某些，特别是祖宗的祠堂等等，并且呢，随着经济的发展，但凡老百姓能够吃饱饭以后呢，他又会回望以往的曾经的这种荣耀，就会纪念先人，尽可能的通过比方说重建祠堂等等这样的做法来光宗耀祖，传承传统的文化。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一般的逻辑啊。这也是这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偏离航向，总是顺着号称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明的这么一个脉络，就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它就是一个循环，兴而衰，衰而兴，大概就这样吧。但是伴随着这种古老的文明的流传呢，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种延续，不仅生命，还有能够运输物资，并且支持发展的这种河流。所以珠三角这种水网发达，河道纵横，就像我右侧的这些水道现在称之为水道，其实就是一条可以跑船的大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流经千年的河道里呢，承载着不仅是人的生活，更多的是文化进步，虽然比较缓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边的人呢，就以龙舟文化来诠释自己的一些发展。我的右侧水里面停着这些龙舟，虽然并不是龙舟的机节这还有两只小狗狗。就这种传下来的文化呢，非常富有地方的特色同时呢，也跟自然的环境相一致。如果没有这个河道就不可能有龙舟文化。你看这些龙舟，这边应该是一个基地所以这些简易的码头上停了很多只这种龙舟我们来看看
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从大马路一直驶入冲边的小村，见到村里的祠堂，再拐到四桥水道。那我就把这一段呢也记录一下，作为我今天在这个家门口附近骑行的第一段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这个渡头小桥这边结束这段的分享，我们一会儿见，拜拜。